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今天是農曆乙巳年的臘月26，再過幾天就要過年了。在這裡先祝朋友們馬年馬到成功。同時明天又是2月14號，是西方的情人節，所以一起祝朋友們情人節有情人團圓和美啊！你看是個喜慶的日子，我都穿了件粉紅的，客串一把小粉紅。好，書歸正傳。2026年2月12日，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發布了它新的針對中國的招募廣告，這次是針對解放軍發的。你看張幼霞和劉振利才剛剛被抓了1個月， CIA 就發出了他新的廣告片啊，也是夠狠的，既是往習總書記的傷口上撒鹽，又是不失時機的心理戰，推動着習近平和他的同事們陷入一種囚徒困境。什麼叫囚徒困境呢？接下來還會詳細解釋啊。它是一種博弈模型，而現在中共的黨政軍界就是一個大型囚徒困境現場。為什麼我會做出這麼強烈的判斷呢？還有在這種困境當中，人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呢？今天咱們細細道來。咱們先來看一下 CIA 的這條廣告片兒。但現在這些謊言壁壘逐漸坍塌，最後留下給我們的就是收拾殘局。任何有領導能力的人必定遭受忌憚，被無情絞殺。我不能讓這些狂人來塑造我女兒未來的世界。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戰而勝者才是最大的贏家。但這些未經戰火的人卻迫不及待想讓我們投身沙場。我是個戰士，我的職責是保衛人民，守護祖國。選擇這條道路，就是我為家為國的戰鬥方式。這段廣告片的直接針對對象是解放軍的中下層軍官，特別是校一級軍官。上一次 CIA 發布針對中國的招募廣告是在2025年5月份，針對的是中共黨政系統的各層人員。一支影片是針對中共的中高級官員的，還有一支影片是針對基層人員的。要邁出第一步才是最艱難的，是時候該構築我自己的夢想了。上一次的廣告發布以後，有媒體聲稱得到了 CIA 官員的放風，就說這些影片的傳播效果不錯，累計得到了幾百萬次的點閱量，而且觸發了新的情報來源。還真的有人看了廣告以後就和 CIA 聯絡了，因為這個影片的投放對象是大眾，他要到達每一個可能掌握有情報資訊的人，所以這個影片本身它是不可能全都為高官設計。你必須向下兼容，因為領導的司機還有什麼保密單位的門衛都可能提供有用的情報所以你這個廣告片也得能打動他們。但它表明的姿態呢是 CIA 敞開大門，來者不拒嘛，所以高層領導看了也會心領神會的。CIA 去年和今年廣告片的賣點分析一下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為 CIA 提供情報，就是為你的家人打造安全的未來，是要營造這樣一種印象。我最擔心的是，我家人的命運與我的未來息息相關，我必須準備條後路。也就意味着 CIA 承諾了為線人和他的家人們提供安全通道。這個情報員如果是中共的高級官員，也就意味着你們的財產和家人在美國可能得到庇護。那經過過去這幾年，這一條應該說對中共體制內人員的吸引力是在不斷上升的。你看解放軍報最近還寄出了一個奇怪的名詞，叫做存量腐敗，也就意味着哪怕你退休了，你顺服的讓出了職位都換不来安全的，都會被倒查查年。比如最近浙江省前省委書記易煉紅就被抓了，還有內蒙古自治區前黨委書記孫少聘被抓，自治區前政府主席王麗霞被雙開。浙江和內蒙古的官場都在經歷着劇烈的地震，而每一名官員被抓，你仔細看都有他的家人被帶走調查。所以現在中國的情況正應了《紅樓夢》開篇的那句詩：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臏。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這就是目前中共各級官員的心態寫照。你看張幼霞不就是昨天還在青雲之巔，今天就跌到了泥土之底嗎？網傳隨着張幼霞被抓，他的家人也一起被帶走了，至今下落不明。這種中共內鬥禍及家人的情況，殘酷性甚至超過了文革階段。文革時期那些被打倒的幹部，的確他們的家人、他們的子女會在自己所在的單位或者在學校受到牽連性的批鬥，有可能會被開除、被下放，被當成不忠誠、不可靠的分子排擠出社会。但是呢，反而那個時候比較少有什麼被失蹤、被秘密關押和生死不明的情況。
並不是說中共在那個時候就比現在更有底線，而是說這麼做呢，它並不會給政治鬥爭帶來什麼額外的收益。但是今天禍及家人，反而成了權鬥當中的習慣性操作，因為關押和折磨家人能夠讓官員崩潰得更快，交代得更快。從家人身上呢，也有利于挖出官员更多的腐敗線索。後面一部分呢，倒很可能是事實，因為家人往往就是官员腐敗的知情者，甚至參與者嘛。所以這種滅門事件在當今中共的權鬥當中就變得越來越普遍，越來越殘酷了。習近平的這個倒查叉叉年，他既有出於不安全的清算的意圖，同時又有財政動機，就是國庫裡沒有錢了。那麼從網紅和商人就開始一級級的宰肥豬，宰光了就輪到官員頭上了。所以習總是既要你們的命，還要你們的錢，等於就是告訴了官員們，體制內其實已經沒有安全的出路了，任憑你怎麼輸誠，怎麼表忠，你都躲不過這一刀。那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們造反無膽，改良又無望，怎麼辦呢？CIA 這個時候就出現了，說往我這兒看，往我這兒看，還有我呢，裡通外國，於是就成了官員們為數不多的出路之一。CIA 可以選擇曝光一些中共官員的海外藏富，但是他也可以不曝光，甚至呢承諾给你掩蓋。反正你當污点线人嘛，戴罪立功，這在道義上在法律上也講得通。總之呢 CIA 也給你來這一手，有打也有拉，你配合當線人提供情報，習總不給你出路，那我給呀。應該說現在這一招的確是有吸引力的。大家看看馬杜羅被抓以後，路透社和英國衛報都有透露，在三角洲特種部隊勇士后門入地宮之前，其實委內瑞拉不少高層就和美國政府有頻繁接觸了，人家早就在裡通外國了，好吧？估計伊朗和俄羅斯也都是這樣，他們都為中共官員做出了示範。勇士后門入地宮是中國古代寓言推背圖裡的梗，那抓捕馬杜羅這個事兒呢，就是勇士後門入總統臥室，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盼着這個預言在中國應驗啊，沒想到中國的預言先在委內瑞拉那邊應驗了。現在高市早苗取得了日本眾議院選舉的空前大勝，日本修憲擴軍已經站在了門檻上。按照推背圖那個預言裡兩句詩所說的東邊門裡伏金劍，勇士後門入地宮，那麼東門伏金劍這個格局已經隱然形成了，因為日本加上台灣構成了中國東邊門戶的地理構造。連中國小粉紅自己也說，宮古海峽就是阻擋中國海軍衝進太平洋的門戶嘛。那日本擴軍守住了這個門戶，正是門中伏金劍的格局。那勇士後門入地宮呢，現在理解應該就是指斬首戰，先應驗在了馬杜羅頭上。於是大夥現在就眼巴巴的到處在找這個預言裡面前兩句詩所說的有一軍人身帶弓，只言我是白頭翁，到底指的是誰啊？吃瓜群眾在找，習總書記也在找，那沒準呢 CIA 也研究過中國的這條預言，就乾脆呢多給你制造幾個候選人吧啊！於是就發出了針對解放軍的線人招募廣告，這也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為習近平制造更多的猜疑，讓他多去抓一批身帶弓的人，那人家不造反都不可能了啊！那這裡就提到了習近平所面臨的囚徒困境了，這是一個關於信任、合作和背叛的選擇題，也是理性和利益不可調和的一個矛盾。先介紹一下啊，所謂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當中一個經典的場景設計。這個博弈論聽起來很玄乎，但本質上它仍然是一種數學工具。它研究的是在對抗的條件下，玩家怎樣做策略選擇，才能夠讓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它本質上和這個投資分析模型沒有太大區別。但是你在研究之前呢，得先搭建一個信息結構，把參與者、收益還有策略選擇這些參數呢放到這個模型裡面去跑一跑，看看哪種策略選擇是最均衡的。但是數學運算這個玩意兒吧，它總是不能夠如實的反映豐富多變的現實，所以就總有玩不轉的困境，而囚徒困境就是其中之一。這個經典場景是這樣的啊，兩個犯罪嫌疑人被抓了，警察把他們分隔開審訊，他們互相之間無法溝通。警察和他們說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先坦白的那個人呢，警察就把你作為污點證人，就會從輕判罰。而一直保持沉默的那個人呢，則會被加重處罰。所以你們想清楚了，到底是要堅守住那個哥們義氣，把牢底坐穿呢，還是選擇坦白從寬，提前回家團年？於是這兩個囚犯呢，就面臨着這樣一些策略選擇。第一，就是先坦白的那個人會獲益，
但是損失會由自己的同伴來承擔，這是選擇背叛，是損人利己。第二個策略選擇呢，是兩個人都保持沉默，把拜把子時候的那個誓言堅持到底，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不管怎麼樣都不出賣對方。那這樣的話，警察拿不到證據，兩個人都會獲得輕判，都能夠提前回家团年，這是利人又利己。第三個選擇呢，是兩個人都背叛對方，爭先當第一個坦白的。那這樣的話呢，他們的價值對警察就失去了，因為警察不可能把兩個人都輕判，又不可能只重判一个人顯得不公平，所以兩個人都會被重判，這是損人不利己。那從策略上講，兩個人最優的選擇當然是保持沉默，這樣的話呢，兩個人都會獲得輕判，都能夠提前回家团年。但是犯罪團夥的本性就是缺少信任的，而且兩個人又是處在被分隔開的環境裡面，處於溝通不暢的環境當中。那在這樣一個特定的信息結構下，你能做出怎樣的決策，得依據你能得到的信息嘛。所以在這個結構當中，兩個人的理性選擇往往都是爭當先坦白的那一個啊，犧牲夥伴。如果晚了的話，你就是被犧牲的那一個了。於是呢，都會選擇先下手為強，先下手背叛這樣一種策略。可是實際結果呢，又是兩個人都被重判啊，損人不利己。那這樣一種困境凸顯了個啥呢？就是理性選擇和利益之間的矛盾。個人的理性選擇往往是對集體利益的最大破壞，最後呢，個人也沒有得着好。囚徒困境有許許多多個變種，上面只是講了經典的一個場景。它在貿易談判，在國家間的限制軍備談判當中經常出現。大國間達成條約限制軍備，其實對大家都有好處，能夠降低安全誤判的風險同時還能省錢嘛。但是這種條約往往總是難以維持的，總是會被撕毀的，因為彼此之間沒有信任，信息又不暢，又都處於缺少安全的焦慮當中。那這樣的話，來點什麼聽床的消息、內幕爆料，就聽風就是雨，一方就先撕毀條約，先下手為強，把自己的先進武器搞出來再說。另一方一看你都已經動手了，我更加不能夠甘於落後了。於是這個條約就成了手指，軍備競賽就轟轟烈烈的開展了，就兵凶戰危了。習總書記和官僚之間也正處於高強度壓力之下的囚徒困境，彼此都沒有退路，都經不起對方的背叛為什麼說沒有退路呢？你看習總書記這邊抓了這麼多人，剛剛把張幼俠都抓了，他就更加沒有往回走的可能了。他如果半途而廢，就會被對手無情清算。他今天滅這個的門，滅那個的門，改天這種事情就會發生在他自家頭上。大家看看歷史上董卓的下場和秦始皇後人的下場吧。政治鬥爭太殘酷了西漢賈誼的《過秦論》當中有這樣一句話：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亡秦族把嬴秦這一族都給滅了。可是大家知道嗎？嬴氏這一族它是起自於上古颛顼的後裔，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可是一夕之間，這一族都被抹掉了，什麼都沒有留下。此後中華的姓氏譜當中再也沒有嬴這一支姓了。你說殘酷不殘酷？這就是政治鬥爭的可怕。總書記既然整人都整到這個份上了，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不忠誠分子全部抓光，抓光以後再抓潛在的不忠誠分子，就沒有別的出路了。往後退，成本和風險都是極高的。再從官僚這一方面來看，總書記提到了存量腐敗概念。那你過往的腐敗也要查，歷史不忠誠也要查，搞得你不背叛就是等死，你順從的風險成本也變得很高了。在這種極端壓力的情況下，又缺少信任，那麼任何導致不信任的信號都會被放大，不管是張幼俠兵變元老密謀也好還是 CIA 的策反小視頻也好還是推背圖裡的什麼申代公、入地公這樣的預言，都會導致不可預測的後果。從集體利益來講呢，當然最佳策略選擇是雙方都忽略傳聞，都息事寧人。但是從個人的理性選擇，往往都會落在了先下手為強這一招上。所以我才說，中共目前黨政軍就是一個大型的囚徒困境現場。在習近平和張幼俠的關係裡，是習近平先下手為強，是習總贏了。但是從囚徒困境的場景來說呢，這個結果讓整個信息結構變得更加扭曲，更加殘缺了。因為張幼俠他是目前高層當中唯一知兵的人
他的軍事素質比較強，現在沒了他也沒了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在專業方面提出意見，那麼就讓習近平和軍隊之間的溝通變得更加不可靠了。他更加有可能被軍隊當中的好戰分子忽悠，低估戰爭的風險，這是信息結構缺損帶來的一種風險。另外呢，張又俠又是紅二代元老派和習近平之間聯繫的紐帶，現在把他抓了以後，習近平和紅色家族之間的壁壘又加高了一大截，他們彼此之間任何一點小動作都會讓對方產生嚴重的懷疑。所謂博弈分析、策略選擇是一定要放在一個信息結構裡的，你能得到怎樣的資訊是你做出怎樣決策的前提嗎？如果這個信息結構已經殘缺了、扭曲了，那麼做出錯誤的決策也就難以避免了。進入加速的囚徒困境以後，大家就都會以先下手為強作為默認選項了。解放軍報已經明確說了，有存量腐敗的存在，更多高官也正在被抓，也就是說，習近平肯定是要先下手為強，繼續強下去的。張又俠不會是最後一個。那麼，請問下一個背叛者會是誰呢？現在輿論的焦點就落在了他，公安部部長王小洪身上。王小洪跟隨習近平的時間其實還長於蔡奇。如果說張又俠曾經是習近平在軍中的鐵桿，那麼王小洪就是他在安全部門的刀把子。張又俠的使命是幫助習近平抓牢槍桿子，王小洪就是幫他握牢刀把子。王小洪也是習近平的心腹之一。可是別看王小洪對習近平這麼重要，習對他又明顯的並不充分信任。王小洪是中共的第19屆和第20屆中央委員，他並沒有循階梯晉升，在中共第20次黨代會上成為政治局委員習近平還是在王小洪頭上安了一個陳文清，這表明雖然這位心腹很獲重用，但是仍然有明顯的天花板。可這位心腹呢，又手握重權，參與許多重要決策。那這樣一種擰巴，就造成了習近平和王小洪之間有一種結構性的不穩定。只要壓力一大他們倆的關係就會有比較大的風險最近盛傳對不起，最近也總是引用傳聞，因為在中國那個很封閉的環境下，很缺少可靠的消息源。但是這些傳聞呢，過一段時間我們總能夠沉澱出那些有含金量的部分。最近盛傳在逮捕張又俠和劉振立的過程中，王小洪深度參與，動用了公安部特勤局，於是王小洪就站在了輿論的风口浪尖上。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這份執行力既然能夠抓得了樹大根深的老軍頭，那當然也就可能傷得了習近平。再接下來呢，就有傳聞說王小洪由於咽喉癌要退休了而且明年他已經70歲了，也超齡該退了。傳聞出來以後呢，你看王小洪的反應也很迅速，馬上在2月12號在公安機關黨風廉政建設會議上露面了，向習近平表忠。現在也看得出中共體制內對謠言的反應是很敏銳的。於是問題就來了，這個時候傳出了王小洪想要退休，對習近平來講是不是能夠緩解他心中的焦慮呢？其實答案大概率是不會的，因為現在習近平正處於非常孤立需要人支持的時候，這個時候你作為一個心腹做退卻的打算，那就顯得不為主分憂了嘛，就和總書記不是一條心了嘛，甚至会被當成是以退為進。在這種壓力環境下，習近平反而會想，正當我用人之時，小洪給我撂挑子是幾個意思啊？是不是在表達沒有當成政治局委員的不滿呢？中央政治局裡面現在空了3個馬興瑞是在等待官宣，那是不是小洪在等着我給他記功，給他升官啊？是不是在搞以退為進呢？他很可能就會有這種懷疑，因為人陷入了不信任的狀態以後，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任何舉動他都會懷疑的。這種情況下最優選擇呢，就是啥也不說，啥也不做，讓幹啥就幹啥，沒有任何態度。只要有超出這個限度的任何多餘的信息，都會在扭曲的信息結構裡面被扭曲、被放大。那這個時候呢，一尊的那個先下手為強的強迫症就又要發作了。說到這兒，可能有觀眾會想了，習近平先下手為強慣了，總是他搞倒別人，難道說別人還有機會反殺，給他來個先下手為強嗎？這個事兒還真不好說。大家看斯大林之死其實歷史上一直有一個江湖傳聞存在，說斯大林並不是突發腦溢血而死的，而是秘密警察貝利亞頭子串通了斯大林的私人醫生下毒給他弄死的這又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有很複雜的背景，今天咱們是講不了了。好在這個話題呢，咱們以後總有機會回來，到時候再說。
也就是說，強悍如斯大林同志，大杀四方如斯大林同志，也不是说先下手为强就是他的专利的。人家串通一个保健医生就对你先下手为强了，就来个后门入地宫了。贝利亚之于斯大林，就好比王小洪之于習近平的關係。這兩個人呢，都是替領袖當刀把子、幹髒活的角色，也是領袖隨時都可以拋出來作為替罪羊、平息眾怒的角色。他們也是相當沒有安全感的啊。所以貝利亞和王小洪是繼領袖之後第二大有囚徒焦慮的人物。那這個矛盾會怎樣發展呢？咱們就看着吧。今天的時事話題咱們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啊！最後還是祝大家馬年順心，情人節愉快，減週末愉快。因為下個星期一是除夕，我就想把星期一的節目挪到星期天，星期一就休息。所以在文昭談古論今這個頻道，咱們下次再見，就是星期天了。謝謝各位。